心里明明有个特别想实现的梦想，可就是迟迟迈不出第一步，或者也常常幻想自己功成名就的样子，沉浸在那种美好里，结果却发现一年到头，那些新年计划还躺在日记本上，一个都没动弹。我们今天要聊的这本书叫《反惰性》，它揭示了一个有点扎心的真相，光靠盲目乐观去想好事儿，往往是没用的。想要把梦想变成现实，最关键的不是沉溺在幻想里，而是能清清楚楚地探到那些阻碍你的拦路虎。是德国心理学家加布里埃尔·勒廷根，他研究乐观思维20多年，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。我们总以为心想事成就够了，觉得越是积极向上，没错，清晰的愿望确实能给我们动力，乐观也能让人更坚韧。想想看，在纳粹集中营那种暗无天日的日子里，饥饿是常态，死亡随时降临。为了一些被关押的人，为了活下去，竟然想出了一个荒唐的办法，收集食谱，巧克力蛋糕、蛋白饼干、水饺，他们互相回忆家乡菜的做法，甚至争论食材配比。这听起来是不是很不可思议？幻想美食。但一位幸存者后来回忆说，编写食谱是大家的一个梦想，它给了所有人活下去的力量。你看，幻想的力量确实不小，它能帮我们搞明白自己真正想要什么，甚至能戳穿那些不切实际的念头。本来打算听父母的话去考医学院，结果有一次吃汉堡的时候，他边吃边幻想自己真的成为医生，结果他发现自己根本受不了血淋淋的场景、刺眼的无影灯和那种高度紧张的氛围。这一顿汉堡吃完，他也清醒了，觉得自己得重新考虑，不能把人生浪费在不喜欢的事情上。所以说，幻想啊，它能帮你凭借直觉看清内心。但话说回来，光是幻想成功也有个大问题，它会让我们不愿行动。我们都会为那些没完成的计划感到愧疚，然后打起精神，立下新一年的 FAB 做的完美的计划。计划做完了，心里也舒坦了。然后呢，你可能把它往边上一扔，等到下一个年底又重复一遍这个做计划懊悔的恶性循环。作者说，他发现很多同事、朋友，尽管总想着要积极向上，对困难视而不见，但结果却总是失败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其实啊，在面对还没发生的事情时，我们的大脑有时候会犯迷糊，它分不清什么是真正的行动，什么是我们下的决心和做的计划越周全，大脑反而会误以为你已经完成了，于是行动的意愿就越来越低了。就像书里举的那个例子，你正忙着一件枯燥的工作，突然走神想吃个热乎乎的双层汉堡，你开始幻想那多汁的烤肉，咔嚓作响的蔬菜，鲜美的酱料，口水都快流下来了。可等你真走到楼下，发现常去的那家店没开，得走远一点去另一家。这时候你可能就冷静了，算了，那么远，去便利店随便买个三明治吧。你看，刚才那些美好的幻想不仅让你工作分心，还把你想吃汉堡的动力给消解了。结果是工作没做完，午饭还难吃。也许你真正渴望的不是汉堡，而是完成工作后那份轻松和满足感。所以下次在遇到不想做的工作时，别光想着幻想奖励自己，先找到你真正的愿望，你真正想要的。汉堡再美味，在工作完成前也只是暂时的安慰，它会带来一个问题。当幻想受到威胁时，我们会下意识地逃避现实来保护它。比如一个人总觉得自己是个很厉害的作家，但迟迟不动笔。为什么？而是他害怕一旦开始写，就会发现自己根本写不出好作品，更别提出版和认可了。于是他宁愿沉浸在幻想里，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怀才不遇的卡夫卡，甚至看不起那些真正有影响力的作家，
以此来维持自己心中的幻想壁垒。维护这个幻想可比在真实世界里真刀真枪的战斗容易多了。那么乐观幻想就一点用都没有吗？也不是。作者说，我们不能光沉浸在乐观里，也不能只盯着消极的现实障碍。真正有用的是把两者结合起来，这叫做心理对仗法。也要清清楚楚地搞明白实现愿望的障碍到底在哪里。作者给我们推荐了一个运用心理对照法的工具。如果你有一个想要实现的愿望，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上的，哪怕有点棘手，但你觉得有信心完成，都可以试试。找个安静的地方，把手机电脑都放下，让我们开始这个练习。准备好纸和笔了吗？我们从第一个字母开始。想象一下你最想通过努力实现的事情。如果有很多，就选一个对你最重要的，一次只想一个。outcome 结果。设想一下，最好的结果会是什么？你可以闭上眼睛，生动地想象那个画面。比如，如果我的愿望是减肥成功，我就会想象自己穿上喜欢的漂亮衣服，拍照时自信满满，跑步时双腿轻盈。Bob obstacle 障碍，这一步最关键。实现梦想最严重的内心障碍是什么？是某种习惯，某种先入为主的想法。人们总喜欢把问题怪到外部环境或别人身上。但如果外部障碍真的大到无法克服，那就换个愿望。我们要找到自己能改变的部分。这个障碍可能是具体的，比如玩电脑太久，也可能是普遍的，比如觉得累没时间，或是某种情绪、观念、冲动。刚开始可能有点难，因为要真诚地剖析自己。但当你找到那个最关键的障碍时，实现梦想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。很多人完成这步后，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。既然找到了障碍，那要怎么克服它呢？接着设想一下这个障碍下次会在何时何地出现，并制定一个如果那么就的计划。比如，如果我回家觉得很累，那么我还是会穿上跑鞋跑1公里。如果我想吃冰淇淋，那么我就穿上跑鞋跑1公里。如果我想刷视频，那么我就马上开始看书。这些如果那么就的计划，不必有严密的逻辑，简单粗暴也没关系。这样WOP 就完成了。你可以在通勤路上、睡觉前后，甚至等人的时候做 WOP， 把它变成习惯。当你压力大、事情棘手时，更要用它。熟练之后，一次 WOP 可能只需要几分钟。书里讲了一个叫塔米的志愿者，他的愿望很简单，就是下班后不再瞎忙家务，好好享受夜晚。可幻想的结果是和家人一起吃自己做的晚饭，找回温馨的归属感，多陪陪孩子和丈夫。他把一大堆家务列了出来，但经过更深层次的思考，他突然意识到，这些想把所有家务做完的障碍，其实是自己给自己加的压力。他的计划也很简单，如果我觉得被繁重家务压得喘不过气，那么我就提醒自己，应该优先考虑和家人的亲密关系。第二天，你下班回家，家务琐事照旧迎面而来，但没有像往常那样忙着做家务，而是换下衣服，直接开始给家人做晚餐。丈夫和儿子都来了厨房，久违的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。塔米本来还要打扫厨房，但她决定等到周末再说。这段空闲时间，她烤了巧克力饼干，还和丈夫出去散步了1小时。塔米说，她现在能合理安排时间了，不再为了家务牺牲其他事情，甚至那些家务活也有了新的意义。清理厨房也不像以前那么累了，这大概是因为她晚上其他时间过得很愉快，所以面对不那么喜欢的任务，也有了更强的精神能量去积极面对。你看，通过预想障碍，人的活力反而会大大提升。就像作者说的那样，实现梦想最需绕观幻想，
而是那些让你烦恼的障碍。人们总喜欢畅想梦想实现时的喜悦，但作者认为，障碍才是指引我们实现梦想的关键。WUOP 这个工具之所以好用，让我们认清最需要解决的问题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的思维变得更有建设性，也更坚韧。当想到障碍时，我们不再沮丧，反而会感到一种面对挑战的兴奋感，就像运动员在等待发令枪响一样。作者的一个前同事科林30岁，他的愿望是在1年半内和爱人在明尼苏达买房。他还希望能有一个健康快乐的孩子，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。当被问到障碍时，他最大的障碍是担心明尼苏达不像老家芝加哥那么繁华，会影响自己的事业发展。他的如果那么就计划是，如果我因为在明尼苏达定居而感到紧张，那么我就提醒自己，我正大为组建了一个健康的新家庭，而且我在这里有自己的人际圈子，我很需要这种感觉。我很幸福。原来克林的原生家庭并不幸福，人际关系对他来说特别重要。通过 WUOP， 他不仅解决了计划层面的问题，还梳理了情绪，认清了自己真正看重的东西。作者把 WUOP 比作导盲犬，而我们常常稀里糊涂地开始一天生活，不知道自己是谁，想要什么，前面有什么阻碍，达不成愿望时，导盲犬不会在情绪和想法上纠缠你，它不提供特定的解决方式，它是一个过程。如果你愿意花点时间去喂养 WUOP， 给它你的想法和关注，它就能一直给你引路。比如一个超重的人通过 WUOP 可能会放弃今年跑马拉松的愿望，转而追逐半年内减掉10公斤的目标，这样反而更有可能取得具体的进展。这本书的核心思想总结起来就3句话：一、愿望已密成，不要只是沉浸在幻想里，不要让大脑误以为已经完成了。2、预估敌情，想明白你可能遇到的那个真正的障碍是什么，如果那么就当障碍出现时，你就马上采取相关措施。最后，我想跟你分享一个关于 WUOP 最好的比喻。一位攀岩爱好者听完这本书后说，实现愿望的过程很像攀岩，对攀岩者来说，主要的障碍其实是岩壁上的发力点，是那些可以抓住的抓手。盘算要经过哪些岩点，这些岩点有些很小，有些位置很远，但它们也是攀爬的帮手。障碍也一样，攀岩的人要在岩壁下想象自己能借助这些点扭出什么动作。对攀岩者来说，第一步愿望和第2步登顶结果都是天然的，而独线就是那个计划。所以攀岩的实质就是对着障碍想计划，这也就是 WUOP 的最后2个字母 Go 和 P。 那么你的 WUOP 会是什么呢？希望这个工具能帮你把你那些埋藏在心底的梦想一步步变成现实。